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2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60.29，收盘价是153.7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0.67，最低价是在153.14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534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25倍量增。KD 值开口不变，双线继续下行。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的下行走势中。MACD 开口略有增大，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向下的突破中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，并且在当日呈现的是量增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的走势。那也就是说，股价将会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有2个方向，一个方向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68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股价的收盘价会在157，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0的。这是第一个预测。那第二个预测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收在162附近。实际在4月26日收盘价是在153.75，出现了下跌。那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它是回补了下方的这个缺口的1/3，或者说叫1/4。那收盘价跌破了我们之前设定的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160。那并且也跌破了前一日这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或者叫止跌的信号 K 线的最低。那这样一来后续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那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后续的下行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先把160这个水平线删除。那对于4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出现下行，目前它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138，就是这条水平线。我们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那么138呢，我们说它是1月25日，我们把图缩小，是股价在自1月6日到2月16日上涨以来，那么在1月25日我们会看到出现横盘之后继续上涨的一根齐涨 K 线的最低，
所以目前股价如果下行，一定是要跌破138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想说明一下，我们会看到在4月20日这根 K 线，那么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3月13日的最低，并且在当日出现了新低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自4月20日以来，我们回看这几根 K 线，那4月20日它将是一个起跌的 K 线。那如果这样一波的起跌的 K 线，也就是下行，那它的目标就是138。好，那么股价我们会看到，在到达138之前，这个缺口将会成为支撑，其中缺口在回补之前，应该是在154到146之间，那150是强支撑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我们还要补充说明一个名词，就是在我们视频当中提到的强支撑啊，并不一定是指能够支撑住股价，强支撑实际上也是多空双方关注的一个点位。对，那么谁的力量强呢？比如说股价在下行的时候，150是强支撑。如果空头的力量强，那么很可能就会跌破；如果是多头的力量强呢，那么这个位置很可能就会支撑住这个股价。所以在视频当中，我们提到的强支撑或者是强压力的某个点位，指的是多空双方要争夺的一个点。好。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138。如果138被跌破呢，接下来的目标是115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115是1月13日这根起涨 K 线的最低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。那其中我们会看到在138到115之间啊，两个缺口实际上也是支撑。那其中有一个点位呢，我们认为124是强支撑，124是1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也就是股价在这个交易日啊出现回档，也就是出现止跌之后的起涨，出现止跌后又上涨的一根 K 线的最低，所以这个124将会成为股价从138到达115之前的强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两个目标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在4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出现反弹上行，那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突破上方的170，这个目标不变。170我们刚刚也描述了，是4月20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么这根 K 线呢，是这一波下行的起跌的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，虽然啊是从4月17日以来的下跌，那我们为什么把它定义成是一个起跌的 K 线呢？因为我们会看到，从4月12日这根实体长红 K 线之后啊，一直到4月19日，它的收盘价没有跌破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。也就是在这5根 K 线是一个横盘的走势，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在4月20日它出现了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出现新低，我们指的是较前低而言的新低，而且收盘价跌破了前低。那么
基于这些原因，我们把4月20日这根 K 线定义为一个起跌的 K 线。所以说，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那么它的目标首先是要站上这根起跌 K 线的最高，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向上。所以170将是第一个目标。好，那如果170被站上第二个目标呢？我们依然认为是192。192，我们指的是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能够重新站上192呢，将会出现头高，也就是说站上192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。那基于这两个原因呢，上方的目标就是170和192，这是股价上行的目标。好，那么在4月27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两个观察位，一个是150，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我们把它调整到150。另外一个位置是158。好，那150我们要关注，因为150我们前面提到过，它是强支撑，就是多空双方要争夺的一个点。那我们看150这个位置是否能够出现止跌。那上方呢，我们要关注158，158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158附近。那我们要看股价，如果出现反弹，在这个地方是遇压而继续反转向下，还是能够突破这个压力？所以在4月27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158和150这两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对于4月26日的收盘价是在153.7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我们说没有进场抢反弹和做多的进场点。对，也就是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，因为这是一根，我们说是出现横盘，连续出现止跌信号 K 线之后出现的一根实体长红棒，它的收盘价跌破了前面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会开启进一步的下行。所以说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做多的。如果要进场抢反弹或做多，我们要继续等待股价在下行的过程当中，或者如果出现横盘的时候，是否会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并且呢，在之后的 K 线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止跌的信号 K 线之后，我们才能依据情况来讨论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抢反弹和多头的操作建议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4月27日开盘之后，也就是从153一直到上方的158，在这个区域都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是加仓，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这个缺口的下沿是146，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由之前的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的是173，要由173提升到161，也就是4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
那为什么要大幅的提升这个回补位呢？因为出现这样一个实体长红 K 线，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58附近。那实体长红 K 线说明下行的力道是非常强的，并且呢还有5日均线值作为护城河，所以空头可以把回补位从173呢提升到161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。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个信息，就是说158，在158，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会继续有空头的建仓或叫做加仓。对，我们来看当日的分时图，也就是4月26日当日的分时图。在这里我们想再说明一下，这样一个实体长红 K 线，我们会看到下影线很短。下影线很短呢，也就是说在日内呢，我们认为可能空头是没有获利出场的。实际我们如果从分时图上看，现在是夜盘的时间，我们来看盘中。那盘中的曲线我们会看到，在前一个交易日开盘之后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一路下杀，然后一直到153。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，在153附近呢，是有之前的空单获利出场的。然后我们会看到会逐渐有空单获利出场，然后有多头的力量进入。那么到157这个位置，我们会看到又有空头的力量重新介入，也就是说在前一个交易日的日内有空头的获利出场，同时还有新的空单进入，也就是在157这个位置。所以我们看到在4月27日开盘之后，一直到上方的157，我们认为仍然会有很大的空头的力量进入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2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158到160之间，也涵盖了前高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这个水平线，是169到170之间。那这个位置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当然，我们如果把它和缺口合并，第二个压力位是从169一直到177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下方的这个缺口，是从153一直到146，其中强支撑是在150附近。然后第二个支撑就是138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想再补充说明一些信息。就是我们再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趋势。我们会看到目前已经建立了头低底低的一个下行趋势。那我还想呢再补充一些信息，我们加一条辅助线，在2月16日，也就是这一波涨幅的最高，和3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我们把它连接起来。
我们画的精准一点。好的，好。那我们画出这条趋势线的目的呢，是作为之后的一个观察。也就是说，目前股价下行的趋势，我们认为目前应该是沿着这条趋势线的角度去运行的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选这两个高点，而不选择3月31日的高点呢？我们会看到，在2月16日股价的收盘价几乎是在这条趋势线的下方运行。那么对于3月31日，它是一个向上的突破，然后在接下来的2个交易日，它的收盘价又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同时也回到了这个趋势线的下方，或者紧挨着这条趋势线。所以呢，我们认为目前这条趋势线是股价后续运行的一个角度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加这条趋势线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因为下方的第一个底出来了，虽然4月20这个底已经出来，但是现在形成了新的突破，所以目前第二个底还没有出现，也就是下方的这个底低的趋势线还角度还不能被确立，所以呢只能画出这样一条趋势线。那我们要作为观察，就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之后，那在后续的运行当中，很可能与这条趋势线呢，然后出现折返向下，或者也有可能会去站上它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补充加一条信息，就是加这样一条趋势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么对于4月27日，我们给出2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跌。如果继续下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。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154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48，收盘会收在150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5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如果出现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54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57，收盘会收在156附近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小的绿 K。那它的条件是在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5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